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林，是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对日抗战的第2年，因为随了父亲，还有故宫南迁的文物，在贵州贵阳出生的人。今天，我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各位谈谈，在1940年代，父亲跟故宫文物南迁，乃至于胜利以后，从重庆到南京，再从南京到台湾，这整个的一个迁徙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段文化历史。我的父亲庄严先生可以说一生都贡献给了故宫。那他当初在退休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宣统出宫，我入宫》，当的不是皇帝，却是一个维护国家文物、民族重器的老工人，所以他也自称老工人或者是守藏吏。那他在北大的时候的学弟，也是一生最好的朋友，台大台静农教授，在他过世的时候，给他写的一副挽联是这么说的：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下联是：持身在未尽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这可以说是对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研究艺术最了解的一位老朋友，可以说对我父亲的一个论定。这个故事是当时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溥仪在11月5号被北洋政府驱逐出紫禁城的那一天。当时他正在储秀宫里面跟婉容他们一起在吃水果。那忽然间，那个太监就跑进来，很紧张的跟他们说：“不得了了，这个冯玉祥带的部队进来，到了宫里去，通知这个溥仪，就是你必须要出宫。”那当时溥仪在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非常的惊慌，他把他正在跟婉容在谈话的时候，在准备吃的半个苹果就随便往桌上一放，他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苹果在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非常有名的一位学者陈万里先生，他也会摄影，是他拍了一张照片。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当初是在储秀宫靠南窗的一个炕基上面，一个炕桌上面摆了这半个苹果，旁边还有饼干匣什么的。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成立以后，他们也接管了整个的紫禁城，也是接管整个的故宫。当初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对所有故宫的文物包括了这个宫室，包括了里面的家具什么，全部都要清点。那这个清点的当初，我父亲就因为这个工作，就是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个宫室的这个次序，比如说是乾清宫是天字，坤宁宫是地字，就按这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这样的千字文的一个排法，来排定这个检查或者是清点故宫文物的所有，包括所有的这个家具什么看得到的东西都算。当他们在进入乾清宫的时候，把这个宫门口打开来，看到第一件文物就编为天字第1号。照理讲，大家以为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件文物，其实不是。
我父亲的记录写的是一个2层的木踏凳，也就是有记录的开始故宫天字第1号的文物。父亲他在开始北大念书之前，他就对这个国故的这些文物啊比较有兴趣。进入北大以后，除了这个哲学系的课程以外，他也特别在书法上花的功夫更多。那当然，因为他的教授这个马衡先生，他在故宫呢，他也是金石学的老师，那么也是这个考古方面的专家。那么因为这样的接触呢，对我父亲的帮助也很大，可以讲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背景，这才让他能够参加清世忏悔委员会去做这个点查的工作。1935年，这个故宫文物到英国伦敦去参加这个英皇乔治6世他所发起的要皇家艺术学院向全世界征集中国艺术品，那他特别希望能够中国的故宫，那时候已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那么希望他们也能够派东西去参加。所以当时呢，故宫博物院当然奉命就选了1000多件的作品。当时父亲被任命是以中文秘书的身份，那随这批文物当初为了去英国展览，特别做了80个大铁箱，其他南迁的文物都是木箱，而且这个时候文物已经南迁到了上海，所以英国是派了一艘巡洋舰叫萨福克号，是来到上海来接运这一批的中国去参展的文物。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从这个1935年一直到了1936年，在英国伦敦的展览，这个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潮，因为整个的欧洲可以说是轰动。那虽然展览的时间不是太长，大概不到4个月，可是呢，参观的人有42万之多。这一段是1936年3月7号，就是庄严日记里面所提到的，这次展览会看的人数之多，为历年伦敦任何展览会之冠，多的时候每天必在1万人以上。我随观众拥挤入内来看，真可谓摩肩擦踵，立在人群中，几乎看不到，不能清楚看到展品，然后又被人群挤了出来，外面露天排班的还是有大队人马在那里。这只是他日记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可见的这个展览是非常的成功的。父亲这一次去伦敦除了负责这个押运，他在临走之前还接受到故宫给他的一个任务的派令，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趁机考察欧洲的各大博物馆，其中就有旧的建筑如何能够改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因为故宫是一个皇宫一个旧址，现在要把它改成一个为全国同胞大家都能够欣赏的一个国家的博物院，那也可以讲是一个现代的博物院。它一定要参考比较先进国家他们的做法，所以父亲的这一部分任务，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同时也实际上对后来故宫的进步改进有很大的作用。1925年的10月10日，正式对外来开放。当时是规划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正门是北门，叫做神武门。这个神武门呢就是故宫博物院这一块的它的大门。故宫的同仁大家都非常的尽心尽力，规划了参观的路线呢，一共分了3条，有中路，有东路，
也有西路3条，1条线1天，等于要好好的看的话，至少要3天。那么当时呢，这个故宫对全国百姓来讲，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今天政府能够把它开放给全民，那心里都非常的激动。关于文物南迁的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怎么样的打包。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一个艰难的工作，历时大概差不多要2年的时间，所以父亲也是参与其中的。我想呢，就关于南迁以及最后到台湾来，这个中间这个南迁的最重要的就是文物怎么样的打包包装。我想我们下一集啊，再跟各位做这个来做这个仔细的介绍。